是不用放自己怕的信息。什么东西？好像是蜘蛛。现在追。 以后在山中啊，一定要小心，见到怪物赶快躲开，啊！哎，三弟，你看这小鹿好像能听得懂我说话。小鹿，如果能够听懂我的话，便再点一次头。哎呀，真的，这小家伙真的能听懂人话呀！ 快快免礼，不需要道谢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姑娘，你是小鹿修炼成了人参，是吗？正是，小女名叫鹿儿。鹿，哎，这名字还怪好听的。敢问二位恩公高姓大名？哦，我叫石敢当，这是我的三弟，叫罗申。小女子原身乃是昆仑山中的梅花鹿，由于经常采集千年的山神手乌，得了不死之身。 后经千年修炼，才得了人参。今日蒙二位恩公救命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，就请二位到舍下歇息。鹿儿奉上昆仑山最好的人参仙草。就不麻烦姑娘了，我二人还有些急事。鹿儿，刚刚你说的在山中修炼了千年，正是。那你知道鹿无洞在哪里吗？当然知道。哦，姑娘，你真的知道鹿无洞在哪儿？你们救了我的命。 难道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鹿无洞的具体所在？鹿无洞是上古时期大神鹿无居住之处，自从鹿无蝶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到过那里。听说洞内住着一只蝙蝠精，凶狠阴毒，山中的精怪都不敢前去。二位恩公为什么要到鹿无洞取呀？哦，我们要去取东西。到鹿无洞取东西？正是。 可那是个荒洞子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只要你告诉我们鹿无洞在哪儿就行了。至于要取的东西，我们自己去找。是这样，既然如此，鹿儿便引二位恩公前去吧。那就多谢了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该谢你们才是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就别谢来谢去了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就在前面。
金水星君杨任的金钻提龙枪，便是他在龙水之渊杀死一条毒龙之后，那条毒龙所变。哦，毒龙变成了长枪。正是，在仙界这种事情很多，比如驮唐三藏到西天取经的白马，便是北海龙主敖烈所变。大哥，不要着急，咱们思想周转。确实怪哉，我提它不动，你这轻轻一转便飞了起来，敢是有灵性了。大哥，妙了妙了！看起来，此物乃是件如意神兵。什么不对？这里的情形不对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周围的树林中，连虫鸟的叫声也听不到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不错，太近了，近得令人窒息，令我感到不可思议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
心吧，那群水妖都让我给收拾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找到那厮了吗？明明看到他浑身着火，从空中坠落到这里，怎么一霎时便不见了踪影？那好，我们分头去找吧。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。好。肾的衣服，正是。那肾呢？肾是龙生9种之一，惯会施展迷术点化逃脱。想是他将衣服点化成自己的模样来迷惑我们，本人却逃走了。真是便宜了这厮。听到了，是女孩子的声音。指路，走。便将我的嘴塞住，将我拖到这里捆绑起来。为首的是个脸上带着2条须子的怪物。这是谁？那怪物还说，石敢当就在洞里，在周围埋伏，等他出来干掉他。这个畜生真是歹毒的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为了我们，差点送了性命。石大哥说哪里话？如果不是你们，没有人知道我绑在这里。也许到了傍晚就会熊瞎子了。你们救了我的命。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天快黑了，就请2位大哥到我家中歇脚吧。哦，鹿儿，不忙歇脚，还有件事情要麻烦你。哦，什么事啊？这昆仑山中还有一座轩辕洞，你听说过吗？轩辕洞？是啊，据说洞口有一只3头狮子守卫，名曰3头雷，洞内藏着上古巨怪蚩尤的天境盾。没听说过。连鹿儿这种在昆仑山中修行1000年的精灵都不知道轩辕洞的所在，我等初来乍到，怎么能够找得到？而今半斤和玉莲陷入红沙阵中，一旦我等无法按时取回宝物，破解毒阵，他们兄妹可就性命难保了。三弟，莫要泄气。有句话叫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。只要咱们存定了毕生的念头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轩辕洞。救出半斤和玉莲，话是不错，可欲速则不达。我看，今晚咱们先在鹿儿家中宿下，再向他打听打听山中的情形。明日一早，你我2人起个大早，去寻找那轩辕洞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如此了。太好了，2位大哥到我家中，鹿儿要好好伺候。这轩辕洞倒是听说过，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那当地有没有能够知道轩辕洞的精灵啊？比如说山神、土地。我们是精怪，他们是土仙，双方互不往来。也许他们知道，可怎么才能够将他们叫出来呢？山神、土地都是本方尊神，也不听我们使唤呢。那倒是。有没有年纪更深的精怪知道此事的？这个倒是有可能。这样吧，明天一早，我与你们一同出发，去前山找找看，那里聚集着很多树精，他们修行的年头很长，都超过了10000年，也许会有人知道。太好了，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盛参汤去。好。哎呀，多亏了有鹿儿，否则还真不知从何下手呢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若不是大哥出手救了鹿儿的性命，咱们也不会有这个机缘。是。2位大哥，快喝吧，这是上好的人参，长成人形的，等闲是遇不到的。
哦，好。果然是味道浓郁，上好的人参呢。这是这是他。猜猜看，我是谁？变！是你，不错，是我。没想到吧？神，又是你！石敢当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鹿儿是巨蝎所变。这一切都是我早已设计好的，只待你们上钩。你喝的参汤里放了魁罡法祖亲制的百转莲花丹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又上了你的恶当了。进。石敢当，想不到你拜了二郎神为师，原力法术竟突飞猛进。本来我以为凭我自己之力便能杀你，没想到竟然险些毁在你的手里。若非我临时使出幻术将你迷惑，今日我命休矣。你这妖贼，倒行逆施，为祸人间，早晚有一天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我怎么死？至少你看不到。俗话说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。我逃脱你的追踪后，立刻想到利用巨蝎变作鹿儿，设下巧计诱你上钩。果然，你乖乖中计，落在了我的手里。哈，不错，你果然是聪明。你自作聪明，竟敢与我们作对，真是自不量力，可笑至极。今日便是你的末日到了。你们杀了鹿儿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关心别人，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。不对，你们没有杀鹿儿，没有鹿儿带路，你们怎么可能找到他的家？又怎么可能施此诡计？哼，说得对极了。鹿儿并没有死，我们只是将它绑在后面的树林里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问鹿儿的下落呢？管他为什么，先结果了他的性命再说。你笑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聪明啊？当然，否则被黑莲镇住泥丸宫的为什么不是我，而是你？如果我告诉你根本没有上我的当，如果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杀死你，你相信吗？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相信。如果不是挂念着鹿儿的安危，如果不是要从你们口中得知鹿儿的下落，下午在小溪旁，我就将你这个假鹿儿衣服劈成2片。哦，你真有那么聪明？石敢当，可笑你都死到临头了，兀自在此大言不惭。如果你真的发现我是假鹿儿，还会跟我们回到这里吗？如果你真的发现了我是假鹿儿，还会喝下我给你端的有毒参汤？他是死到临头胡言乱语，企图拖延时间。好啊，
既然你说你自己早已经知道真相，为何现在会被黑莲押入泥丸宫，成为我的阶下囚？妖贼，睁开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爷爷是谁！你们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可笑你们这两个自作聪明的妖孽！实话告诉我，自从在小溪旁救起洛儿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那个洛儿是个假的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首先，你是被绑在距鹿舞洞10几里外的溪水旁。是假。当时情形如此紧张，对方想要伏击我等，却不知道我等何时出动，因此必定有贼在洞前随时准备进攻。怎么可能有时间将鹿儿抓住之后，捆绑在10几里外，再回到鹿舞洞呢？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吧？我扯断你的绑绳说的第一句话。鹿儿，你不要紧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会被绑在这里？当你们在洞外向我们发动袭击时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鹿儿已经被你们杀害，没想到却在距鹿舞洞10几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他，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呀。难道你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我是假鹿儿？当然不会。另外一点让我起疑的就是，你对我和敖参的称呼忽然改变了。称呼？正是。这个畜生真是歹毒的紧。哦，鹿儿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为了我们，差点送了性命啊。哎，石大哥说哪里话？如果不是你们，没有人知道我绑在这里。也许到了傍晚就被熊瞎子了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天快黑了，就请2位大哥到我家中歇脚吧。你还记得这段对话吗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也难怪你们不知道，在此之前，我们从蜘蛛怪的手中救了鹿儿的性命，因此鹿儿一直称我2人做恩公。而且，鹿儿在昆仑山中修炼1000年，纵然不知轩辕洞的具体地点，至少也应该听说过。退一步讲，即使他自己没有听说过，也应该有朋友知道。然而，你却一口回绝，说得斩钉截铁。这一切都令我感到你一定是假鹿儿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果然，你请我和敖参到家中歇脚，当时我就断定鹿儿一定没有死。否则，你们怎么可能找到他的家？我暗示敖参随你回来，见机行事，救回鹿儿。哼，果然，刚刚我一番做作，你们在得意之下，终于说出了鹿儿的下落。想不到，你竟然如此的诡计多端，是敢当是我低估了你。诡计多端，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用在你的身上吗？这些妖贼丧心病狂，祸乱3界，早已是人神共愤。今日落在石敢当手中，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。小子们上前！沈哲思实在可恶，看起来必先解决了他，方能成事。先便宜他。鹿儿，鹿儿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儿。
没事，只是手脚都麻了。洛儿，真是对不住你了。为了我们，险些害得你送了性命。恩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再一次救了我的性命啊！那些妖魔是我们的宿敌，都是上古巨怪，男的叫做肾，女的是蝎子精。那个蝎子精好不厉害，他逼我引他回到家中，然后将我绑在树林里，化成了我的模样。恩公，你们没有受骗吧？好在我们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否则恐怕就活不到这会儿了。那些妖魔现在在哪儿啊？被我们打跑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了。鹿儿，我们送你回家。二位恩公，你们2次救了鹿儿的性命，鹿儿万死，无以为报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你好心为我们带路，是我们连累了你啊。是啊。二位恩公，我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要恩公了，就叫大哥吧。那好，石大哥、敖大哥，咱们回家吧。鹿儿要好好招待你们。请。好。石大哥、敖大哥，你们吃吧。好。好，鹿儿，还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。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别再说麻烦不麻烦的了。石大哥，有什么你就说吧。你可知这昆仑山中有座轩辕洞啊？当然知道了。我就说嘛，鹿儿在山中修行了1000年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轩辕洞呢？哎，石大哥，你问轩辕洞干什么？哦，这轩辕洞中有一件宝贝——天镜盾。哦，你也知道？当然，我是这昆仑山中的地理鬼，比山神还灵呢。在这里没有我鹿儿不认识的地方，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事。鹿儿，你可真了不起啊！石大哥，你们想取天镜盾？正是。据我所知，想取天镜盾的没有1万也有8000。怎么，天镜盾已经被人取走了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说。可却没有一个活着走出轩辕洞的。却是为何？传说天剑盾是洪荒时代南方恶神蚩尤的兵器，整个盾牌由天体打造，明亮如镜，边缘锋利之极，不拘人神。只要被盾刃碰到，立场2截。好厉害呀！不仅如此，此盾还有一般异柄。是什么？世间任何毒物，你不管多厉害的神兵利器，都无法摧毁它。可以说是百毒不侵，千兵难化。当年蚩尤与老天帝少昊会战于逐鹿之野，仗着这柄天镜盾，击杀了老天帝手下的地煞72将，此盾由此声名大噪。后来蚩尤被灭，老天帝命天神冯猛祭蜈蚣刀，数杀蚩尤而不死，最后还是9天玄女娘娘献祭，将之引到风云之中，遮蔽天日，以天镜盾将其斩杀。是这样的，看起来这天镜盾的确是上古神器。这是当然，蚩尤死后，天帝为怕天镜盾堕入心怀不轨之人手中，因此将天镜盾藏入昆仑山的轩辕洞中，派遣上天巨怪3头雷负责守卫。你们听说过3头雷吧？听说过。那家伙可是不得了，长得大如白象，脖颈上生着3个巨大的狮头，2个脑袋睡觉时1个脑袋值班。这家伙凶猛残暴，吃人不吐骨头，他的吼声更是能够惊天彻地。据说佛祖释迦牟尼的狮子吼神功，就是听到了他的吼声，心生灵感而练成的。好家伙！说起这家伙有多厉害，谁也没见过，只是听说，就是天庭道祖太上老君也奈何他不得。好家伙！洛儿，照你这么说，想要潜入轩辕洞盗取天镜盾，是难上加难喽。如果你们想要盗取天镜盾，首先就是绝对不能惊动3头雷。我师父杨戬也是这么说的。杨戬？你师父是2郎神杨戬？是啊。那可是神班1等的大神呐。可惜啊，他老人家现在不在这里，否则说不定会有办法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身上有碧霞元君的3叶隐身草，能够隐遁身形，潜入洞中。光有隐身草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呀？那3头雷的鼻子极是灵敏，
几里以外就能闻到生人的气味。隐身草虽然能够隐遁身形，却无法隐去你们身上的气味，它还是能够发现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哎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管它成不成，先说出来听听。据说三头雷最爱吃人参，吃完人参就会睡觉。你们知道人参有一股浓浓的土腥味儿，只要三头雷吃了人参，你们就可以怀揣人参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就是闻到了，也以为是自己身上的味道呢。哎，这是条妙计啊！可是哪有那么多现成的人参呢？我是小鹿，专门采集人参，要不是吃了大量的千年人参，怎能修成人形？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这么大的山参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拿到市场上去，哪根都得价值连城啊。鹿儿，这么珍贵的人参，你给我们去引三头雷，太可惜了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石大哥，你说哪里话呀？你们救了我的命，那几根人参算什么？我看就这样定了。明天清晨，我们赶往轩辕洞，先用人参引开三头雷的注意，然后利用隐身草进入洞中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石大哥，翻过这座山梁，就到了雪山坳。轩辕洞就在雪山坳中。好，我们加快脚步，走。
力破解，4次怎生奈何？说不得，只能来硬的。大哥，你要做什么？三弟，你闪开！善法该修的，我也要找个地方藏起来。露儿，你不要紧吗？要不要随我们一起回去？放心吧，石大哥，我从小在昆仑山中长大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露儿，今后如果你需要我们，你就高喊3声石敢当，不管我身在哪里，都会立刻赶过来的。我记住了。我们走了。 石
今后哥哥再有逞能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拦住我啊！哎，玉莲，没事吧？蓝达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，谢谢你。我说大哥，难道咱们就留着这座恶阵，让他继续害人呢？在理，把天机盾给我。
你身后的后风是假的，是神幻化的，他在这动着。别说了，我在这实现师傅。没用，干他，记住我。哎呦，我说哥呀，这路怎么好像走不到头啊？啊，自打进了云梦泽，已经走了3天了，连个殿堂庙宇也看不到。师傅说，让咱们上天界受封。哎，怎的光走这云梦泽的小路了？再走下去，即便不死，好歹也落个伤残呐！啊，偏你这厮有着许多话说。难道师傅亲传玉帝的诏书还能有假？走这几步路便哼哼唧唧的，亏你一顿吃几10个馒头。我说二哥，若不是因为你，哪个愿意走这山路啊？要是只有我和大哥，架起云头，不消半个时辰便到了南天门。哎，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？难道我老朱愿意爬山吗？哎，真是的！哎呦，你是个肉骨凡胎，不能腾云驾雾，因此我和大哥也只能陪你走着了。啊，哎，我说哥哥，你们可是个做兄弟的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我说你们2人都会腾云驾雾、单山赶月，蹉跎云将老朱放在上面，带到南天门也就是了。干嘛让老朱受罪顶缸爬着山路啊？你以为我们愿意陪你爬山涉水吗？因为你是个肉骨凡胎，使不得风，驾不得云。有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啊？潜泰山如同芥子，驾凡夫难如登天。这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啊，要想移动泰山，就像挪动个草籽一样方便。可要让你这样的肉骨凡胎驾云呐，那比登天还难，懂了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你真是的，哼，你呀就是个大喷子，哼，什么潜泰山如同芥子，
我也没见你们移动泰山像移动草籽那么方便呢。少废话，快走吧！啊，师傅命我等陈氏2刻要到云梦台，接引大神在那里等着我们，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啊。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大哥，路已到尽头，这里应该就是云梦台吧？嗯，正是。看，对面便是传说中的天梯。终于到了。哎呀，接引大神在哪儿呢？怎么不见个人影啊？这已是辰时2刻，按理说大神应该到了。哎呀，我看这神仙也是放屁打鸟没个准儿，拿迟到当白玩，没把咱们仨当个菜，随便涮着玩啊！哼，就你有这许多怪话。哎，我说二弟啊，如今我等将入神级，你也该把这多嘴的毛病改一改，否则招人耻笑。哎，你们看，来了！啊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那不是吗？在那儿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们快看，这会飞的船又来了。这就是天剑呀，咱们不是做过一次？小神接引，奉玉帝圣旨，引领受封人石敢当、猪半斤和敖参前往南天门。有劳大神，小的3人便是石敢当、猪半斤和敖参。哦，如此甚好，请3位快快上船。请吧。石某敢问大神，我等是直接前往南天门吗？奉玉帝旨意，3位今日在接引殿歇息，明日一早乘天剑到南天门，二郎真君在那里迎接3位。哦，师傅他老人家在南天门等我们。正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半年没见他老人家了，还真有点想他老人家。哎，二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哎呦，死尸，死尸！哎，这没想到这神仙的地方也会有死人呐！啊，哼，真是个活呆子。二弟啊，你且看看那死尸是谁？啊？哎呦，这模样长得怎么像我呀？那就是你，是你的肉骨凡胎。从现在起啊，你就是神了。哎呦，还好，我还在。哎，大哥，你说那是我的凡胎啊？是啊，刚刚你不是还在埋怨我们不带你驾云吗？从现在起啊，你自己就可以腾云驾雾了。我能腾云驾雾了？不信你试试。怎么试啊？你跳起来就知道了。跳起来？叫你跳你就跳嘛。跳！你呀，哎，
了！三弟，我刚才飘在空中了。你呀，再熟悉熟悉，掌握好平衡，你很快就能驾云了。哎呀！朱兄，脱去凡胎，几生神炼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恭喜兄弟了！恭喜兄弟！要是月莲还活着，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！三界护法石敢当来了，石敢当来了。启禀玉帝，石敢当、朱半斤、敖生三人已到接引殿。好，来得正好，朕正等着他们呢。接引天尊禀道，今晚三人在接引殿落脚，明日一早前来觐见。石敢当、朱半斤、敖申，皆为显圣二郎真君杨戬的弟子。此次石敢当等剿灭为祸人间的蜃、巨蟹和九阴三妖，粉碎了回罡的阴谋，使其南越雷池，得到天庭封神。杨戬绝功甚伟啊！回罡恶佞黑暗，法力无边，竟能舍玉帝之肉身，以魂魄而独立于弱水之渊。我等法力虽经数十万劫修炼，却皆不能灭。然唯独石敢当勇猛正直，刚强彪悍，竟以一己之力绝魁罡及众妖于三界，实为可亲可敬。玉帝当以大神封禅之。太上道祖所言极是。青日马，陛下，立即持朕调令至灌口，调二郎显圣真君杨戬，明日清晨前往南天门，引领石敢当三人到凌霄殿觐见。是。明日封禅，为我天界大事，众神当以圣福以示之。臣遵旨。星君，本尊斗牛宫某日星君携玉帝调令前来，请二郎爷听令。是。二郎爷，斗牛宫某日星君携玉帝调令，现在门外，请爷爷听调。哦，想必是石敢当三人已到接引殿，玉帝调我前去引领。正是。请他到正堂。是。哦，某日星官，显圣二郎真君杨戬听调。
臣杨戬后调。调简胜二郎真君杨戬，明日卯时4刻至南天门接引石敢当一行至凌霄殿封禅，钦此。臣奉调。有劳幸君了，回去转呈玉帝，杨戬明日卯时必到。告辞。这里是庄严天境，你想做的事情是无法办到的。哼，至于能不能办到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他们明天什么时候觐见？明天一早卯时4刻到南天门，二郎真君在那里引领，辰时出刻在凌霄宝殿觐见。至于你说的什么镇妖石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这些就足够了。还有，我要嘱咐你，石敢当可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可一定要当心呐。对他我太熟悉了，这一点你尽可放心。那么就这样吧，我告辞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石敢当是个多心人，莫要被他看到了。明天我不想干了。啊？什么？天庭之中非神即圣，我怕会弄巧成拙。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可是魁罡法祖那儿你怎么交代啊？你与魁罡是什么关系？明天你们要做什么？明天我们要。我当然是要引你们去祭奠玉帝啊！是吗？刚刚与你说话的那黑衣人是谁？你与魁罡是什么关系？
这妖石又是怎么回事？石敢当，你是新晋之神，不知天宫的规矩，在这里千万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石敢当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一定要当心呐。这也与我没关系吗？你知道我的脾气不太好。刚才的问题我再问一遍，你们明天要做什么？你与恶神魁罡是什么关系？那个黑衣人是谁？你是想去和玉帝说呢，还是想跟我说？或者你是想和我的玄铁剑说话？我是迫不得已，我是迫不得已呀！这等事，想不到这接引天尊竟然也被魁罡的手下收买，真是令人惕然心惊。看起来天界也不平静。大哥，你是说接引已经死了？化作齑粉随风换去。可怜一位大神，就这样自毁神土，这魁罡真是无所不在。哎，快起来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由得你躲在这睡懒觉？他便是成了仙，一顿也要吃上30-50个馒头，一天睡上7、8个时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做兄弟的甚不成人，一天便只知拿我说笑。莫多话，且洗漱了，我们要去觐见玉帝。不是由接引大神领我们到南天门吗？接引大神，便是这个名字起得不好，他把自己接走了。啊？怪话，什么他把自己接走了？师圣，三位可收拾停当了，我们现在便乘天剑到南天门，二郎爷在那里等候。你是接引大神？师圣说笑了。昨天晚上的事儿。昨晚我在广目天王处下棋啊。下棋？那黑衣人呢？黑衣人？什么黑衣人？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戏弄我石敢当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说的好好的要动手啊？怎么还不说实话？师圣所说何意？小神实在是不明白啊。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是圣是妖，还是问我的原力？天尊莫怪，是石敢当造次。石圣惯常降妖镇怪，想是见多了人世间的妖魔鬼怪，只怕我是个假的。你放心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天庭圣境，哪有妖孽敢到这里来寻死啊？真是。那么我昨天晚上在你的享殿中看到的又是何人呢？啊？怎么？昨晚石圣到过小神的享殿？好，没什么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
快进吧，二郎爷。叩见师傅。免礼免礼。好啊，你们三人竟同蒙玉帝建诏，同登天庭，封为天神，实为殊荣。为师从心里替你们感到高兴。封禅仪式在凌霄殿中，玉帝特调为师在此等候你们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好几个月没见你了，还挺想你的。二郎爷，玉帝正在凌霄殿等候，就请起驾吧。那好，你们随我来吧。敢当，你看前边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哦。敢当啊，你想说什么？师傅，此事弟子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你我师徒之间，当说的固然要说，不当说的，即便说了，又有何妨？昨日夜宿接引殿，我看到了魁罡的使者与接引天尊交谈。什么？正是。他们都说了什么？好像是在说什么在天界行事，却不知要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他们提到了什么镇妖石。镇妖石？啊，正是。镇妖石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那后来呢？弟子突然现身，言辞质问接引，接引张口结舌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是他们逼我的。”然后突然自枪，肉身化作10象沙尘。可刚刚在南天门，我还看到他与你们在一起啊！哎，怪就怪在这里啊！今日清晨，接引突然敲门，弟子也是大惊失色，启动元力观看，却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妖云邪气，应该就是接引天尊无疑。那么，昨晚死的又是谁呢？这可真是奇哉怪异！难道说魁罡的势力已经侵入到了天庭？弟子不敢妄言，但师父曾经说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慎、九婴和巨蝎是怎么逃离崇华宫的。至今此事仍然是个谜。崇华宫宫禁森严，守卫严密，这三怪怎么可能自行逃走呢？是啊，如果接引天尊是魁罡的手下，那么弟子敢断言，天界中魁罡的势力绝不止他一个。哦，难道不是吗？有道理。这些事情为师会亲自禀明玉帝。前面已到凌霄宝殿，尔等整肃衣冠，准备觐见。是。整肃衣冠，准备觐见。是。臣杨戬启禀高天上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臣引领石敢当诸半斤鳌身，在殿外候旨。我二郎真君引3人进殿。臣遵旨。好大的嗓门啊，震得我脑袋直嗡嗡。禁言，这里可是天庭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你呀，就是管不住你的嘴。参拜玉帝。臣实敢当诸半斤鳌身，叩见玉皇大天尊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石敢当，尔3人本是地水之术，该当归天界下3庭所辖。今日朕之所以破例宣召尔3人天庭受封，乃为尔等忠勇正直，威武不屈，力战妖邪，保3界平安，绝功至伟，殊堪嘉奖。石敢当听封。臣石敢当候旨。
而乃泰山灵池所化，受日精月华，天地灵气，肉身成圣，实为混元一气，金仙是也。自封而为泰山十圣，三界大护法，以泰山为尔供养之所。臣实敢当叩谢天恩。而虽位列仙班，是仙路，却暂不入神级。陛下，这是为何呀？实敢当为三界大护法，身兼未来之事，结束道时，自有分晓啊。是。臣领旨谢恩。谢陛下。朱半金，听风，在这儿呢。